这么多人在鬼哭狼嚎？夫人，气沉丹田，用力呀！老了。好啊，孩子屁股出来了，不对，是脑袋，脑袋。恭喜恭喜，贵府添丁，母女平安。咋，连口气都不让我喘？老天爷，当萝卜什么的，我刚才就是开玩笑，当个人其实挺好的。夫君，我想看看女儿。夫人，女儿一直没哭，应该是有些体弱，需要尽快找郎中医治，不然怕是会有性命之忧。为什么儿子这样，女儿也是这样？明轩，你说莫不是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老天在惩罚我？锦轩，你不用担心，新生儿体虚气短很常见，我们的儿子现在不也是健康成长的吗？放心吧，我现在带女儿去调养了。俺不想和坏爹爹走。夫君，等一下。夫人，您刚生产完，不宜剧烈活动。竹灵，愣着干嘛？快将夫人扶回床上歇息。夫君，可以请郎中来为她看病吗？我担心女儿。夫人难道还信不过我吗？我这也是为咱们的孩子好。刚出生的孩子怎么能说话？大约刚才是我听错了。呆瓜娘亲又要相信渣爹了。渣爹带我出去是要移花接木，把我换成他和他小情人的孩子呀。我当然相信夫君，只是我父亲给女儿求了个平安烛，希望我亲手为她戴上。夫君仁孝，一定不会拒绝父亲的心意，对吧？岳父真疼孩子呀。陆明轩，你个人面兽心的禽兽，连自己的亲女儿都要害。我娘亲真漂亮啊，就是有点瓜。好饿好饿啊，没人管饭的吗？之前寻的奶娘到府了吗？夫人，奶娘几天前就到了，奴婢这就去叫她。不要啊！路菲儿是渣爹的小情人，肯定会害我。什么？和渣爹有私生子的人，路菲儿不是陆明轩的亲妹妹吗？对了，菲儿的病怎么样了？她之前还说想第一个抱小侄女呢。竹灵，去后院把陆小姐叫来。夫人，自从菲儿那次落水，身子就一直虚弱，如今院里人手充足，不如让她再休养休养吧。苏锦轩紧紧抓住锦被，指尖泛白。夫君说的对，是我思虑不周了。风寒不是小事，我院里人手充足，从今儿起就让菲儿好好休养，不用再过来了。锦轩，菲儿受了你的恩情，和你关系亲近，如果真的不让她来，反倒会引起心病。我去看看她，有些日子没去了，没准儿已经好转了。最近我的头发掉得厉害，身体也越来越虚弱，难道是我命薄，看不到孩子们长大了？随着思绪的沉浸，他的眼眶也渐渐湿润。苏锦轩宠溺地点了点他的小鼻子。你还没有名字呢，娘亲来给你取一个。娘希望你聪慧健康，开心快乐，就叫陆呱呱好不好？你喜欢你喜欢，和我以前的名字一样，简直是命中情名。陆呱呱开心地挥舞着小短手。不久后，竹灵回来了，面色凝重。夫人，我跟着老爷到了后院，发现后院竟有专人把守，秩序森严，奴婢怕暴露，不敢贸然进入。当年我为救陆明轩受了伤，武功尽废，又托家中的人情助他平步青云，如今竟被如此对待。夫人，院子里不要动怒，会伤身的。细碎的脚步声从外传来，苏锦轩用眼神示意竹灵噤声。来人正是陆明轩的亲妹妹陆菲儿。
菲儿，你哥说你得了风寒，身子虚的不能下床，怎的过来了？嫂嫂，我哥就是疼我，怕我落下病根，非让我多躺些日子。但我一听小侄女出生了，哪还顾得那么多，赶紧就来帮忙了。瞧你的脸都没血色了，身子骨这么虚弱，还过来帮什么忙啊？他不着痕迹地拍开陆菲儿的手。唉，是我这段时间没能好好关照你。今天正好孙郎中也在府里，让他给你瞧瞧吧。孙郎中，看看菲儿姑娘的身体状况如何？回夫人，菲儿姑娘是积劳成疾，身体亏损严重。原来嫂嫂怀疑菲儿装病吗？嫂嫂对我有大恩，菲儿恨不得掏出自己的全部。瞧你说的，我看你身体虚弱的都要得疑心病了，这不是好兆头。我母家有位白郎中，医治心神力竭颇为厉害，不像孙郎中专精妇科。我这就叫他来瞧瞧。嫂嫂，我心神很好，还是不要惊动将军府了。菲儿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好了，我不就能把你的小外甥女安心的交给你照顾了吗？就在陆菲儿摇摆不定的时候，将军府的白郎中背着药箱走了进来。二小姐，嫂嫂，我真的没有，我有个心上人，我们已经定亲了，我们彼此相爱。既然有了心上人，那你赶紧告诉我，是哪位公子有这样的福气？嫂嫂一定要亲自送你上花轿。从今往后，你也不必在我身边伺候，安心的去相夫教子吧。嫂嫂，别为我的亲事费心了。那人是个负心汉，他花言巧语骗了我的身子后就消失了。如今我无依无靠，带着刚出生的孩子，嫂嫂如果把我赶出去，我就真的无家可归了。岂有此理！我定要将这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给找出来。我和你哥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嫂嫂，不用。菲儿，不担心，嫂嫂会为你做主。这不仅关乎你的颜面，同样也涉及到我们陆家的颜面。孙郎中，菲儿姑娘明明已经生产，你为何要刻意隐瞒呢？夫人，我不敢欺骗您啊，我想应该是年纪大了，医术不精，一时糊涂啊。一时糊涂。孙郎中，你眼神浑浊，身形佝偻，精气全无，继续行医恐怕晚节不保。也罢，竹林，把这个月的月俸结给孙郎中，让他回去好好养老吧。夫人，该喝药了。臭死了！娘亲是蛇蝎美人吗？怎么会喜欢吃毒药呀？嫂嫂，别为了不值得的人生气。你刚生完孩子，身子骨虚，还是快把补药喝了吧。瞧，我差点忘了，你也是刚生产，还为了看我早早下床，你比我更需要这碗汤药。这补药就赏给你了。菲儿命苦，不如嫂嫂尊贵，哪配喝这等名贵的补药？还是嫂嫂喝吧。不配，哪能不配呢？我的衣服你穿过，我的珠宝你戴过。嫂嫂，我弄脏了衣裳，先去洗洗。脸色这么差，发生了什么？陆菲儿跑出去后，开始抠药想吐出来，但一口都没吐出来。然后老爷来了，抱着他安慰，还亲了他一口。夫人，你说他们亲兄妹至于好成这样吗？情绪激动的苏景轩猛烈咳嗽，咳出一滩血。夫人，你……竹林心惊不已。无妨，把药渣留下，给白郎中检查，要悄悄进行。是。另外，辞了奶娘，把小小姐抱下去，先喂些牛乳，我要休息一会儿。是，夫人，奴婢见过大少爷。哦，我来看看妹妹，你对一下吧。他抬起胳膊，修长的手渐渐伸向呱呱的脖子。呱呱，呱呱不哭，娘亲来了，不怕不怕。阿峰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妹妹为什么哭？母亲，我听说妹妹出生很高兴，便迫不及待的来看她，没想到刚进来就遇上她大哭，可能是饿了吧。坏哥哥在撒谎，坏哥哥想掐死我。大儿子性格忠厚，对弟弟更是疼爱有加，怎么会做出这种骨肉相残的事情？阿峰，娘照顾妹妹，你去练武吧。
哦，娘亲，我告退了。啊，娘，您刚生完妹妹，不该下地的。还不是你母亲逼我伺候她，娘在这个家没有地位，只能任人宰割。辛苦娘亲了，我一定会努力给娘争出名分。只是妹妹不能堂堂正正的和我们一起生活，真是可怜。机会多的是，你和星儿出席，娘就满足了。苏贱人，夺子之仇不共戴天，我绝不会放过你的。竹林，把小小姐的公主床放到我跟前，窗帘别挡住了窗子，中间再加个屏风就行。夫人这是在做什么？女儿胆小爱哭，没有安全感，我想守着她。如果看不到女儿，我便会心神不宁。夫君一定不忍心让我难过吧？自然不忍心，你可是我心尖尖上的人。对了，听说你把补药给菲儿喝了，那可是我亲自根据你身体状况调配的，她怎么配合？唉，今天还没喝药吧？真是不听话。这是什么？汤药没了，今天先吃药丸，药效都差不多。药效差不多，那肯定也有毒啊！快吃吧，把身体养好，我们才能一同白头偕老啊！对不起，少爷夫人，奴婢不小心打翻了水盆。机不可失，苏锦轩赶紧将药丸吐出，藏入被子里。等陆明轩回头时，他马上装出了咀嚼吞咽的样子。正好菲儿也在，我想夫君也得知了，菲儿被猪狗不如的渣男畜生骗了身子，还生下孩子的事。这件事让我来处理吧。菲儿是我的妹妹，怎能让个畜生白给占便宜？我定要替她讨个说法。夫人的身体还没恢复，怎么能费心处理这麻烦事？还是我来吧。你啊，好好养好身体。我身子虚弱，家中事务都是夫君在忙前忙后，我看着心疼，总想着为家里分担些。所以刚刚我给二哥送了信，让他帮忙处理菲儿的事。什么？你告诉了二哥？夫君，你这么激动做什么？吓到我了。我只是觉得家丑不可外扬。夫君不是说过苏陆是一家吗？既然是一家，怎么能算外扬？难道夫君心里不把我娘家当成一家人？自然不是，只不过二哥平日辛苦，不想麻烦他。都是自家人，这话太见外了。再说二哥是大理寺卿，查这种事轻而易举，不麻烦的。夫君，我有些倦了，咱们早些休息吧。好。畜生，两只畜生！次日，日头跟蛋黄似的跳了出来。陆乖乖的小脚丫蹬开被子，睁大眼睛望着天。嫂嫂，哥让我好好照顾你，我来帮你擦脸梳头吧。我自己来。那我给嫂嫂去拿镜子。这是我吗？哼，黄脸婆，你拿什么与我争？娘亲别难过，等我满月就会变得特别厉害，让娘亲变得漂亮。乖乖，明天就能见到外祖父、外祖母，还有舅舅、姨母了，开心吗？见不到了。明天渣爹要让娘亲睡死过去，把我藏起来，好让那个孩子来代替我。好着急呀！夫人，您和竹林姑娘的燕窝熬好了。不能喝呀，不能喝！喝了燕窝就睡了。我好想告诉娘亲，除了竹林姐姐，其他人都是坏人，坏人！你盯着我干什么？还不快去做事！哎，奴婢告退。竹林，来吃燕窝。你，陆小姐，事情成了。嫂嫂，苏锦轩，你就好好睡吧。今天是我和我女儿大放异彩的日子，那小贱种呢？难道是明轩提前抱走了？陆小姐，少爷四处找您呢。来了。陆菲儿离开后，苏锦轩睁开眼，揉着脑袋，双眼通红。满园复苏，烟柳花树，
衣着光鲜的贵客们三五成群的互相寒暄，欢声笑语不断，嘴里说着喜庆的话。老夫人，大寿天师曾说，孩子满月若有五彩祥云，喜鹊团聚，乃是大寿的福气。看来陆家要平步彩云，一飞冲天了。我这孙女的确是个有福气的。明轩，我们的女儿是小福星呢。当然，她的诞生就是特别的。苏将军到，夫人到，大理寺卿到。岳丈、岳母、大哥、二哥、三姐。轩儿呢？苏显义沉声问。我外孙女的满月宴，我女儿怎么不在？岳丈，锦轩刚生下女儿，身体虚弱，不喜热闹。我这个做夫君不忍让她下床，所以让她先歇息着。怎么？我女儿身子虚弱，陆府没条件好好调养调养吗？买不起补品，不如将轩儿接回将军府。岳丈放心，好的东西都留给轩儿了。不就是仗着家世欺负我儿子吗？我呸！亲家怎么在门口站着？快进来看看你的外孙女云凤。奶娘把孩子抱过来。啊，这是轩儿生的女儿。乖孙儿，快让外祖父看看你。看到孩子的模样时愣住了，揉了揉眼睛。这真的是我乖孙女。小脸黄得发亮，像涂了蜡，眼睛小得像豆子，头上没几根头发，真是太丑了。小妹把家里想念孩子，特意画了一幅画像夹在信中，怎么和奶娘怀里的孩子一点也不像啊？画像中的孩子可爱动人，与眼前的丑陋形象截然不同。陆明轩心中愤怒，握紧衣角。苏锦轩实在是太欠考虑，太以自我为中心，竟然敢在家里写信画画像。陆菲儿转动着眼珠。苏大人，嫂嫂的画再好，也总会有插曲。我问你了吗？苏北岩斜着眼睛看他，多嘴。陆菲儿被噎得脸颊通红。我们都来了，已经很久没见女儿了，我有些担心，不如抱着外孙女去看看女儿。夫人发话了，苏显义自然听从。亲家，烦请带路。我女儿虚弱不便出门，那我们就过去看看。抱着孩子去，这岂不是暴露了？正当一筹莫展时，陆松风拦在他们面前。外祖父、外祖母，今早外孙去了母亲的房间，母亲精神萎靡，叮嘱外孙今天谁都不见，所以外孙不敢违背母亲，还请外祖父谅解。苏显义和孟青云对视一眼，老两口的眼中透露出失望。女儿连他们都不想见吗？但外孙这么说了，他们也不好让外孙为难。好吧。陆明轩紧绷的后背瞬间松弛了，不愧是他和菲儿的儿子呀。孟青云拿出一条项圈，这是陆家祖传的项圈，得此项圈便能继承陆家一半的财产，我要亲自给我的乖宝戴上。陆明轩和陆菲儿都激动地盯着这条项圈。娘，这项圈怕是戴错人了。陆明轩见苏锦轩带着他的女儿，瞳孔骤然收缩。陆菲儿的嘴更是抖得厉害。他怎么会醒过来？女儿妹，陆家人纷纷上前。轩儿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松风说你累得很，不愿见家人。松风怎么学会说谎了？娘，我刚出月子，有些贪睡。不过，苏锦轩眼眶湿润地看着母亲。我再累也不会不见家人的。松风一定是听错了。陆呱呱在一旁也配合的奶里奶气，咿呀咿呀叫了两声。孟青云看去满眼放光。星儿，这是……娘，这是我女儿，您的外孙女，呱呱呀。苏北岩忙挤过来，像，真像，就像从画上爆出来似的。突然想到什么，苏显一转身，目光犀利地扫向陆家人，指着奶娘怀里的孩子，声音拔高：“这孩子是谁？为什么冒充我外孙女？”捂着胸口直喘气。满脸震惊地冲到奶娘面前查看孩子。你怎么做事的？我一没注意，你竟然把孩子抱错了。然后转向苏显义拱手。岳父，是我疏忽了。哼。随即走到苏锦轩面前，深情款款地看着他。夫人坐月子，家中上下都乱了，我定会严惩奶娘，希望夫人能原谅我。这套虚伪的做派
让苏锦轩感到恶心。他微微一笑，哼，夫君怎么不告诉我爹，这孩子是谁呢？这……难道夫君也不知道？想来是个行为不检的丫头，偷生在府上的，那就送到孤幼坊吧。苏锦轩眨了眨眼，不要！陆菲儿忍不住叫了出来，这是我的女儿。苏锦轩适时做出惊愕又愤怒的表情。之前听你说过，你被人欺骗感情，生了孩子，我还想着为你做主，可你为何要让你女儿顶替我女儿？陆菲儿捂着脸低声抽泣。嫂嫂，是奶娘的错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宾客们满脸讥讽。听说这是陆家的私生女，私生女生了个私生女，果然母子一脉呀。嘿，未婚先孕，真是丢人现眼。陆明轩心疼坏了，埋怨苏锦轩：你为何要当众让菲儿下不来台？这就开始护短了吗？苏锦轩失望地看着他。难道是我逼他生的孩子？是我逼他承认的？夫君一心想着菲儿，怎么不想想我们女儿差点被顶替？菲儿是我妹妹，呱呱是我女儿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还请夫人理解。好个情深意重的情妹妹啊！宾客们支棱耳朵看热闹，被陆老夫人僵着笑打发走了。苏锦轩泪眼婆娑地看向陆老夫人：婆母，此事关系到陆家的声誉，菲儿也算是你的女儿，我身为嫂嫂可做不了主。陆菲儿不知廉耻，败坏家风，对奶娘管理不当，张嘴50，面壁10日，禁足1月。儿媳呀，陆菲儿虽不堪，但孩子何其无辜，再怎么也是陆家的血脉，送去孤幼坊恐怕会污了陆家的名声。让坏蛋蛋留下，坏蛋蛋在眼皮底下才是最安全的。感觉坏蛋蛋的气息好熟悉，怎么想不起来了呢？陆家家大业大，一个孩子而已，也能养得起，留下吧。掌嘴的下人犹豫着上前：老夫人，要现在张嘴还是……陆菲儿用惊恐、楚楚可怜的眼神看向陆明轩。陆明轩心疼，却无法表现。夫人，要不等岳丈他们走了再施行家法吧？家法要立刻执行，事后再说有什么意义？若是传出去，岂不是让人以为陆家没有规矩？难道贤婿认为我们是外人吗？小婿不敢执行家法。陆菲儿的脸像开花的红枣馒头，捂着脸抽泣着逃离了。陆明轩背过身，眼角泛红。房子太小，院子的花草也不够鲜艳，改天让你妈挑些宫里的玉品过来。好。外祖父、外祖母，我在这儿，别忘了我呀！难道我老糊涂了，出现幻听了？嘿嘿，不客气地说，我想要皇上赐下的玉石。给，立刻回府搬过来。小妹，这陆家乌烟瘴气的，你那小姑子……二哥，陆菲儿不守妇道，虚伪得很，不是个好相处的，我会多加留意。小妹自从生了呱呱后，变化很大，你能有所分辨，二哥很高兴。总之，小妹要小心。二舅舅他要小心呢。二舅舅最近办的女子失踪案的证据要被人烧掉了哟，皇上知道了会打二舅舅屁屁的，真惨。小妹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哦，小妹，你让我查的事，过几日便会有眉目。大点声呀，我也想听听八卦。轩儿，你瞧呱呱跟小大人似的，看样子也想插嘴呢。老陆家真是祖坟冒青烟，才得了这么个宝贝。谁？哦，孩儿来看妹妹，见母亲和外祖母说话，不敢叨扰。真懂事，
想来风儿和你有话说，我和你爹就先回了。母亲，我可不可以替姑姑求个情？好，姑姑刚生完堂妹，又遭了打，再过几日一定受不了。更何况堂妹刚出生，不能没有娘亲的照顾。你姑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好，你也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。我，哎呀，娘亲笨蛋！老thái大哥是家爹和小晴儿的儿子，当然要对他好了。当初家爹和小晴儿调包了我的亲大哥，看着娘亲从外冒牌货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我的亲生儿子到底在哪里？娘，风儿，大赦以孝为先，令是祖母下的，你为何要让我出面求情？难道是想让我逆反祖母，不孝于他吗？难道风儿想背负不孝的名声？是儿子考虑不周，儿子先去练剑了。他走后，苏锦轩感到浑身虚脱。那些补药，二小姐日日所服的补药乃是致幻之物，时间一久便会吃上，直到悄然死去。狗男女！少爷，夫人现在不方便，还请。哎，少爷你怎么硬闯？白郎中，我夫人的身体怎么样？夫人气虚血亏得很严重，我想开些药。没必要，夫人身体不见好，看来白郎中的医术一般。我已请来李神医，他医术高明。他显然不想让我身边有人。可是白郎中是我父亲派来调理我的，那就让白郎中回去向父亲说明情况吧。二小姐，我会回去向将军说明，是姑爷不信任陆家的人。岳丈推荐的郎中自然不错，但李神医那边也答应了，如果辞掉他，岂不是不仁义？不如让两位郎中一起为夫人调理。也好。满月夜那天，嫂嫂怎么不护我，让我丢了名声，又受了罚？怎么维护你？难道要按照你的意愿，让大家把你的女儿当做陆家千金，让我女儿当个阴沟老鼠？菲儿，丑事是你做的，名声也是你丢的，难道你想怪我？嫂嫂，我不敢，我只是受了罚，心里委屈，口不择言了。嫂嫂难道不心疼菲儿吗？喂，洞庭湖怎么会有这么个碧螺春呀？你情夫和儿子日夜陪着你，给你好吃好喝的，还想骗我娘疼你？哼，我要打得你口歪眼斜！疼你的人那么多，少我一个也无所谓。嫂嫂能否说服老夫人，让云凤上陆家的族谱？不然这孩子无家可归啊！嫂嫂也是做母亲的人，一定能理解吧？这2天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跟老夫人提。果然这蠢货会答应。不许答应！我才不要和坏蛋蛋在一个族谱里呢！二小姐，这是今日的解药。他刚接过药，陆呱呱伸出小脚一踹，药罐和汤药滚落在地。哎呀，我的小淘气鬼呀！哎呀，那不重要，娘，这汤药有毒呀！难道他也被收买了？不对，汤药没毒，主要是药罐被毒药泡过了，肯定是李老头干的。我知道他的秘密。幸好，白郎中，今日的药物闻着发酸，不知是药汤的味道，还是药罐的味道。二小姐，这药罐被人泡了毒药，此人心思阴险细腻。看来，有时候做人不能太被动。李神医正开心地数着银片，吓得从椅子上栽了下来。夫人，李神医的私生子在我三哥的军营里做事，这事绝对是机密啊！他怎么知道的？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夫人的牛马。你表面上还是少爷的人，他让你做什么，半字不许隐瞒，而且要按照他的期望来描述我的病情。难受，老太大哥坏人，故意开窗户动呱呱，长大了要咬死他，咬死！少爷呢？少爷说云凤小姐怕雷电雨声得陪着，还说呱呱小姐生病了，找郎中就行。小姑娘别太娇气。哼，情人的女儿可以娇惯，我的女儿就得受苦吗？
今晚大公子来了。是的，大公子说夫人最喜欢的花被风吹倒了，让奴婢去照料。他会替奴婢看着小小姐。从今往后，不许大公子单独与小小姐相处。今日能开窗，明日是不是要放火？谢谢草药姐妹们，我的灵气在慢慢恢复，会报答你们的。娘亲会好起来的，娘亲要壮壮。早晨起来，苏锦轩发现自己出汗少了，掉发也少了，精神头明显好了许多。嫂嫂何时同母亲商量，让云凤上陆家的族谱啊？夫人，孙二少来信了，一个时辰后。正要同你说这事儿呢，给我点时间照顾呱呱，你也回去准备一下吧。多谢嫂嫂。想我当年也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现在连个点心都得不到。熟悉的味道，哦，来了，小人生气，等着瞧吧。这一世我要让你输得一败涂地。婆母，菲儿的女儿生来没爹，总归是不行的。若是上不了族谱，将来上学、嫁人都会受影响。所以我决定，儿媳说的对，云凤体内也流着陆家的血，该上陆家族谱。婆母说错了吧？怎么能上陆家的族谱？你什么意思？婆母，菲儿和男子私定终身，并生下了孩子，出于情理，孩子应该跟男方姓，也要上男方的族谱。我们若是越俎代庖，把菲儿的孩子上了娘家的族谱，万一哪天东窗事发，男方家找上门来，那我们陆家岂不是惹上了麻烦？他看向陆菲儿，给他扣上了人笑的大帽子。夫君是今日太劳累，才能力不足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夫君，菲儿，我二哥寻到了菲儿的相好，云凤的亲爹。你说什么？寻到了云凤的亲爹？我就是云凤的亲爹啊！我的相好？是啊。哎，这不来了！花厅里所有人都朝外看去，一个身穿花袍、脸色坑洼不平的男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，手里提着一个鸟笼，眼神四处游移。陆菲儿惊恐地后退了一步，看到他心虚的样子，苏锦轩心中暗自感激女儿无意中透露的秘密。菲儿，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。什么？菲儿，你现在嫁给了有钱人，就不认我这老相好了？你和他有关系？哥，他不是，你要相信我。好痛！蒲公子请坐，我们是菲儿的娘家人，你和菲儿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怎么连亲女都不要了？我和菲儿啊，早就好上了，本想着说亲的，可菲儿，我穷，他想要大房子和彩礼，我拿不出来，他就把我给踹了，害得我这女儿啊，从小就没爹呀！你放屁！我和你认识没错，但从未和你好过。这是我女儿，与你毫无关系。你这婆娘还在抵赖呀？你忘了你最落魄时脱光衣服求着我要你的吗？啊？吴昊满脸春色地摸着下巴，你大腿内侧那颗红痣，真是让我爱不释手啊！你这个狂徒，敢污蔑我，我杀了你！吴昊一巴掌抽了他，苏锦轩立刻挥拳打在吴昊的脸上。够了！仅凭一句话，无法断定他是菲儿的相好，云凤的父亲。婆母说的对，儿媳有个好主意，不如滴血认亲。陆菲儿挺直了腰板，认就认。2滴血落在水中，吴昊的血和林云凤的血竟然相融了。陆菲儿尖叫：“不可能！”婆母，木已成舟，为了避免流言，还是让他们尽早成亲吧。菲儿。苏锦轩走到坐在地上，呆呆看着鲜血的陆菲儿跟前，轻拍她的肩膀：“恭喜你找到了如意郎君，也给你女儿寻了个好爹。”陆菲儿慌得面色发青，抓住他的袖子，眼中满是愤怒：“是你故意找来这个畜生害我的，对不对？”苏锦轩不悦地甩开他：“菲儿，你疯了！你们若不认识，我就算想害你，也找不到他。我对你一向很好，你却如此诋毁我。真让我心寒，
我原本还打算给你丰厚的嫁妆，现在算了。娘亲绝不会背叛爹爹，妹妹也不是别人的孩子，娘亲是被奸人陷害的，我要证明给爹爹看。便取出准备好的水盆，先滴下自己的血，再滴下一只鸡的血。只见2滴血在水中融合。在陆明轩惊愕的目光中，陆松风问道：“爹，难道我和这只公鸡是兄弟？那盆水有问题啊！”陆明轩急匆匆朝外跑去，陆松风紧随其后。第二天早上，鞭炮声震天，吵醒了正酣睡的呱呱。少爷把陆菲儿和那个孩子接回来了，还点了火盆，煮了艾草水，放了鞭炮，说是要除晦气。无奈之下，苏景轩只好将女儿抱了出去。地上满是红炮纸，陆菲儿抱着孩子走进门槛，看到苏景轩，柔媚一笑：“早早没想到我会回来吧？那孩子的父亲呢？已经病死了。这种丧心病狂、没有担当、胆小如鼠的狗男人，死了也好，活着只会受尽折磨，真是不得好死。”刮大风呀，崩死你们！哼！远处的风卷起残余的炮仗，正好推进火盆中，炮仗噼里啪啦响起，惊得他们尖叫不已，裙子和脸上被炸得黑乎乎的。陆呱呱高兴地拍着手：“菲儿虽不是我亲生的，但也是陆家的千金。云凤也是陆家的孩子。那负心汉死了，云凤就上我们陆家的族谱吧。”母亲，儿子昨晚晚了一步，云凤已经上了吴家的族谱，这就要麻烦夫人了。二哥与官府长级大人关系密切，只需一句话。夫君常说要做公正廉明的好官，今日怎么让我二哥做这种肮脏的事？听说想更换族谱户籍，需等5年，难道连这5年都等不及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，竟如此费劲。他现在愈发不听话了，该好好教训了。几日后，坊间传出消息，在一条花柳巷子里发现一个全身赤裸、浑身红疮、死于花柳病的男子。这个男子正是吴昊。哦呀，我这家爹为了贾姑姑真狠呐！找病的姑娘下药，弄死了吴昊呢。苏锦轩的手不由得颤抖。竹林，你放出一条消息。走，脏东西！你骂谁脏？骂的就是你！你男人吴昊死于花柳病，你和他同床共枕，说不定也染上了呢。哎，快滚！胡说，他不是我男人，我已经回陆家了。你男人都死了，还不是任凭你这么说？听说你女儿已经上了吴家的族谱，还想抵赖呢？快滚，脏东西！定是苏锦轩做的，若不是他，我的天才女儿怎会被那些臭百姓用鸡蛋砸成这样？菲儿，你受苦了，待我耗尽他家的油水，一定替你报仇。你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有人快要死了！住手！风儿，你在做什么？母亲教导你这么多年，难道是教你去欺凌弱小吗？啊？他怎么会找到这里啊？难道知道了这个秘密？不，绝对不会的！不会，母亲，这奴才不听话，偷偷杀了好多鸡烤着吃，天天偷懒不干活，我才训诫他的。我气死了！老谭我是个大魔鬼，他等于是我的鸡大哥呀！我的鸡大哥快被打死了！我从小教导你要和善仁义，你却用如此残忍的方式对待下人！给我滚回房间面壁思过！不许听大魔鬼的话，他想害死我大哥哥。不必了，风儿还是回去面壁思过吧。虚伪，滚开！晚安，大哥哥，我们是来救你的，遇上我，你就想好吧，走，跟我们走。我自己走。到你学校。陆松风眉心狠狠一跳，回去的路上，头顶上的乌云愈发浓重，忽然一声落在他身上，他惨叫一声，蹲下身摸了摸脑袋，黑乎乎一片，还有股烧焦的味道。这孩子真可怜呐，气血几乎被抽干，而且他已经失去了生的意念。求求你，救救他，请救救他！大哥哥好可怜，生下来就被丢到后院，被人当成玩具，4岁就开始干活，被人当狗骑，还不给饭吃。夫人，听说您救了个奴才，还把他带回房里了。救个人罢了，
难道也要让夫君抛下朝政，特意过来一趟？我们两家世代幸福，常年放生，积德行善。伯母也曾经救过人，夫君却没那么关心。还不是因为风儿第一次被您打，竟是因为一个奴才，跑我跟前哭得直落泪。夫君难道不看看你儿子做的好事？小小年纪就如此残忍，难道不怕他现在虐待下人，将来长大了杀父吗？把这奴抬出去。是，我会好好教育风儿的。这奴才因陆家受伤，我寻了医馆治他，自会负责到底。你二哥他若是还如此，任凭夫君处置。单说有所好转，便把他留在我院里吧。一个卑贱的奴才而已，不配让夫人挂怀，还请夫人把我丢出去。大哥笨蛋，真是亲娘了。夫人，少爷吩咐小厨房给白郎中的饭菜里下了泻药，然后让我来给这奴才看病。好恶毒的畜生！怪哉，面上死气浓郁，脉搏却逐渐生机。这孩子福大命大，阎王都不肯收他呀。夫人，为夫知道你心善，那便为他准备一口棺材下葬吧。夫君说什么呢？这孩子已经转危为安了。什么？身体壮壮。昨个说这孩子能活，便留在我院里了。夫君人品高洁，言而有信，想来不会小赖吧？自然不会。感谢夫人生育之恩，既然夫人有儿子了，奴才不打扰夫人天伦了，还请夫人把卖身契还给我，放我自由。孩子是怨母亲吗？是母亲的错，你出生时被调包，母亲没有护住你。大哥哥，你不能怨娘亲啊，你该怨家爹和家姑姑啊，他们坏人调包了你和二哥哥，还给娘下毒药，让孩儿死。大哥哥，你要是走了，会被他们 biu biu 杀死的。你不想保护我和娘亲吗？什么？娘亲！夫人，嫂嫂经世操劳，这才病倒了。哥，我想替嫂嫂分担一些，白日我帮忙照顾嫂嫂，晚上带呱呱吧。你个小杂种！放开我妹妹！你不分尊卑，竟敢对大公子下手！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给我打100大板！我看谁敢！夫人您醒了，真是太好了。这奴才没规矩，竟然对大小姐和大公子不敬，该罚。确实该罚。哼，亲生又如何？始终不如陆家人。我还没死呢，菲儿却粗暴对待呱呱，该罚。松风性情暴虐，随意打人，也该罚。嫂嫂，夫人难道糊涂了？是这奴才对他们不敬。他是我院中的1等护卫，得了我的吩咐，任何人不得靠近院子分毫，有问题吗？护卫？他不会武，怎么能担此重任？我再给夫人寻一个。难道夫君是在强迫我吗？行之，送他们出去。刚才见你力气大，反应迅速，是不是私下偷偷练过？大公子常常撕武书，我就捡起来，偷偷习武。我大哥可厉害了，他可是武曲星下凡，要不是遇上我，名声早被冒牌货抢走了，还会被剥皮阉割呢。自学武功不好，容易走火入魔。明天我带你去拜见一位厉害的人，你跟他学武怎么样？行之听夫人的，在阴沟里活了几10年，终于能见到阳光了吗？我们在陆家如履薄冰，要处处小心。不把你认回是为了保护你，带你回苏家是为了告诉你，娘亲认你这个儿子。行之眼圈通红，没来得及说感谢的话，便被小奶团拽住裤脚。走，丫丫、猪猪、姑姑等我呢。父亲、母亲、大哥。苏锦轩哽咽着一一叫了出来。回家就好，总算又见到我女儿了。三哥，这是行之，小妹觉得他是练武的好苗子，但没有师傅带，三哥能否？哦。苏怀安拳头如暴雷般挥出，吃饱又养好的行之反应迅速的避开，这让苏怀安十分满意，似乎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。哇，三舅舅，头
啦。苏北岩捂住小奶团的嘴。小祖宗，你怎么胡说呀？你三舅和三舅妈的感情深厚，我不可能做那种事。小奶团捂住耳朵。不记得，爸爸不记得，三舅母每天和俊叔叔幽会。苏怀安惊讶于自己能听到外甥女的心声，心中却只觉得一片绿意。过了晌午，苏怀安急着往外走，走到一半却停下，低头看去。小家伙抹了抹嘴上的肉沫，仰着脸儿。我要去。于是，一大一小浩浩荡荡的朝茶楼走去。奶团子推开门，小手叉腰，气势汹汹的喊：“我们来捉鸡啦！”房间里，一名女子和男子相拥。傅锦纯，我真心待你，你竟然背叛我！傅锦纯，原来你喜欢这种小白脸。我们隔离这两个字还没说完，小奶团已经爬上了桌子，惊慌的捂住他的嘴。错了，我弄错了，这不是三舅母，是三舅母的妹妹啦。苏怀安愣住了，他的妻子是双胞胎中的姐姐傅锦纯，妹妹则是傅锦柔，二人长得一模一样。他抓住女子的手，眯起眼：“你是我的小姨子傅锦柔，锦纯呢？你姐姐在哪儿？”我姐夫，跟我来。他带着苏怀安来到一处私宅，里面传来稳婆娇气的声音：“夫人，再用力呀！哎呀，糟了，这孩子是腿朝下，我无能为力呀！保住孩子，我死没关系，我要留下一条血脉给怀安。”砰的一声，门被推开，苏怀安泪流满面：“夫人，你糊涂啊！你死了，我又如何能独活呢？”傅锦柔擦着泪：“姐夫，姐姐怀孕后，郎中多次警告她生产会有生命危险，但姐姐舍不得流掉，又怕你知道这件事，所以才让我替她在你身边。再哭就来不及了，大人们磨磨蹭蹭，再晚一点我就救不了了。呱呱，救救你舅母！舅舅，这是皇上赏赐的尚方宝剑，舅舅送给你。大人糊涂了呀！一个小孩的牙齿能救什么人呐？苏怀安不理会稳婆，夹着呱呱的腋下，把她放到凳子上。不出血。他皱着小眉毛，在尚方宝剑上划了一下。舅母，来，我吸天地精华，厉害着呢。吃了我的血，我的小弟弟就能出来了。给妈妈和我接生，还是第一次给人类接生呢。二哥，有话直说。小妹今日来是为了皇上提升正三品督察院左副都御史的事的。之前的左副都御史告老还乡了，皇上想选新的人选，眼下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与陆家有过免交情的徐家徐昭，另一个是你的夫君陆明轩。苏家手中有评选票的资格，所以你是为了这事来的吗？想让我们给明轩投票？不，娘亲，不要让外祖父帮渣爹，渣爹变得强大只会害到我们。渣爹现在在壮大自己的势力，挤掉敌人，不要帮他。二哥，徐家忠肝义胆，能力不俗，而明轩心浮气躁，不堪大任。站住，别跑！快抓住他，不然可以抓在心上。呱呱坐在马车上，像小狗一样把下巴垫在车窗上，看到卖糖人的叫道：“他去哪儿了？真是邪门！再去那边找找。”有家人的感觉真好啊！夫人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今天一天没吃药，我可担心坏了。夫君有事吗？朝堂上有个左都御史的空缺，朝臣们都看好我，想来岳丈家也是如此。夫君放心，我一定会维护好你的声誉，不让母家插手。女神不过是贪图我的身体罢了，今晚夫君一定会让你满意。刚碰到苏锦轩的肩膀，他却像触电般推开他，扶着墙干呕。空气中传来一股难闻的气味。我有朝事要忙，今晚就住书房。你真是个小聪明，不过呱呱的屁确实很臭。儿媳，听说你是为了这个糟糕的东西罚了我亲孙子，你真是糊涂。我觉得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就该赶出府去。伯母，他真的来历不明吗？好了，早上少和我争辩，叫你来是为了下个月的寿宴，你可得好好准备。那伯母能支些银子吗？我有点头晕，你也刚出月子，
这家务事就交给你了。祖母真是个老辣，以为装逼就能逃避掏钱吗？希望娘不会被他哄骗。夫君，我身体不太好，恐怕起不来了。婆母的寿宴酒，交给你来办吧。他又看向假装伤心的陆菲儿，交给你来办吧。那嫂嫂把库房钥匙给我吧，我一定会为嫂嫂分忧解难。菲儿这是想用我的嫁妆来办寿宴。胡说什么？婆家怎么拿媳妇的嫁妆？除非是主动给，对吧，夫人？自然，但我相信夫君不会做那种无耻的事情，对吗？想到要自掏腰包办寿宴，我这颗心就疼得厉害。老夫人，我有个主意，这苏氏浑噩昏睡，不如悄悄偷了他的库房钥匙，用他的嫁妆来办寿宴。他这么傻，肯定不会发现。你不好好练武，会让我赚什么？苏锦轩假装关心。母亲生病了，我照顾是理所应当啊。往年都是您自掏腰包办宴会，今年可不能让别人动您的库房。这是自然，婉儿体贴，会维护娘的。当然。对了，母亲，您的库房钥匙放在哪里啊？可别被人摸走了。就在我枕下，安全得很。风儿放心吧，陆松风与他们一伙想偷库房钥匙，拿我的嫁妆。夫人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不，要让他们得逞，只有这样，他们才会丢人现眼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想拿回之前被他们蒙骗而花出去的嫁妆。当天夜里，纱窗被人捅破了一个洞，一缕香气飘入。等了片刻，快进来！你嫁入陆家，别说钱财，你命都是。爹娘，我们快搬东西吧，别浪费时间在废物身上。好。废物，精心养育10多年的孩子，竟如此称呼自己的母亲。那就让你们看看，废物崛起是什么样子吧。嫂嫂，往年的宴请名单可否让我参考一下？你常说老夫人对你意见很大，如果你请了这些人，她一定会激动欢喜。他们是老夫人乡下的亲戚，你知道老夫人曾经被他们瞧不起，心里憋着一口气。你要是把他们请来，让他们羡慕老夫人，老夫人心里那股气也就能出去了，肯定会开心。妈妈真聪明，坏祖母那帮亲戚可是贪得无厌的，真是好戏一场。豆腐、鸭梨、烧鸡，还有鱼头，而且菜品都是单数。哎，这寿宴上怎么会有这样晦气的菜呀？对呀，这到底是寿宴还是丧宴呢？豆腐是白事的菜，鸭梨这是要我离世，烧鸡更是贡品，鱼头这是在咒我被砍头啊！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，这些菜都是女儿教给我的呀。笨呐！嘿，凌云凤前世就是个老鼠精，常偷听人说话，估计呀是把寿宴和丧宴搞混了。让我们进去，我们有请帖。哎呦，终于进来了！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自然是来参加你寿。哎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白事儿呢。老灵婆子，你祖坟冒青烟了，还把我们这些老姐妹给忘了？对呀，难道你忘了当初你和你老头在玉米地里偷情的事儿，还是我给你们放风的呢？哈，有钱了就忘了穷乡亲了呀！当初说好的要给我们礼物感谢呢。我没请你们，给我滚！嘿，明明是你女儿亲自把请帖送上门的，还说会有礼品相送呢。哦，这是想赖账啊？哎，这菜不错，打包带走。嘿嘿，这花瓶好，拿走当夜壶。这水池里的鱼肥回去炖了。寿宴毁了，贾姑姑惨喽，比画本子好看多了。接下来的戏更精彩，我要边喝奶边看。呀，婆母这是怎么了？你这小蹄子，谁让你去请乡里这些吸血鬼的？老夫人，是嫂嫂给我乡亲名单，让我去请的。菲儿，我就是太宠你，才让你变得爱说谎话，没担当。婆母，您往年的寿宴，我办得怎样，您心里清楚。今年这样，我又躺在床上，难道也要把责任推到我身上？母亲，菲儿初次办寿宴，有许多不懂的地方，烦请您给她一次机会。你不是精心准备了生辰礼吗？快去哄哄母亲。母亲，
这是菲儿给您的生辰礼。当陆老夫人看到托盘里的钟表时，顿时脸色苍白，口吐白沫。菲儿，我以为你只是嘴上抱怨婆母待你不好，没想到你竟然送这么晦气的东西。难道你是盼着婆母死吗？刚才我打开私库一看，那个屏风不但没了，儿媳的许多嫁妆也不见了，咱家这是招贼了呀！我看这家里的贼就是他。来人，将他打个100杖，逐出陆家。等等，没有证据就贸然定罪，这可是你一贯的做法，皇上会不会知道？幸好没有选你作为左副都御史，不然又要冤枉多少人？那么夫人打算如何处理？报官。陆夫人，案子已立，结果也出来了。我是万金当铺的掌柜，前几天有人拿了2麻袋的金银珠宝来当，我没查清楚来历就同意了。等到官府上门，我才知道这些东西是有私人标记的，不是内人的。在场的人中，有谁是当东西的人？就是他。苏锦轩愤怒地甩了陆菲儿一巴掌。菲儿，我当你是亲妹妹，你却拿我当冤大头，偷走我的嫁妆，是谁让你这么做的？陆明轩和陆松风父子俩本能地退了一步。菲儿，大哥理解你想办好寿宴的心情，但你怎么能偷当你嫂子的嫁妆呢？姑姑，你真是糊涂啊！父子俩的眼神中充满警告。嫂嫂，是菲儿一时糊涂，求嫂嫂原谅我。原谅？你希望我原谅你，是希望我自己掏钱替你赎回嫁妆，不让你花1分钱，对吧？嫂嫂，我们毕竟是一家人，家和万事兴。会出事的是家贼，出了事才说家和，我这是给你面子。大人，请带走盗窃之人，并让他自掏腰包赎回所有嫁妆。不要！救我！救我呀！此时已是秋天，行之无奈，只好抱起他，按照他的指示找了个适合偷听的地方。陆松风低声开口：“祖母，父亲，灵隐寺的方丈曾说，母亲是少见的灵芝母体，所以孕育出来的孩子个个灵气非凡，绝非池中物。如果灵芝母体毁了，我们3个恐怕……你这个小混蛋，眨眼睛就跑得无影无踪。陆府的坏人那么多，万一伤了你，娘亲该怎么活？”奶团子立刻在苏锦轩脸上亲了一口。娘亲别生气，他们真傻，还把假姑姑当成灵体，他生的孩子都缺少精魂，和他们待久了可是会受到影响的哟。不过竹灵拿着一沓银票递给苏锦轩。万金掌柜说，当初虚高要价的银票如数还给夫人。苏锦轩接过。夫人真聪明，一来二去就把他们之前花在夫人身上的银子也一并还回来了。小家伙躺在婴儿床上，翘着小脚丫。提了我的给我吐出来，掏了我的给我叫出来。小老鼠。林元凤心中一震，没想到他竟然认出了我，但这有什么关系呢？胜负还不一定呢。这老鼠似乎想要吃掉我。狡黠的大眼睛转了转，心生一计。我们家现在这么紧张，你还乱花钱，真是败家子儿。母亲，大哥，这是我在赌石中赢来的，没花陆家的钱。哦，这赌石一定是小老鼠的手笔，久赌必输呀。菲儿真有本事啊！呀，哪来的小猫啊？想要什么就来什么，正好可以对付小老鼠。小老鼠遇到克星了吧？奶团子给橘猫起名叫肉包，并且和苏锦轩一起为他盖了个漂亮的小窝。夫人，好像林玉凤闹病了，整个府邸都被折腾起来了，还真是伤心。肉包郎中看了也没什么效果。云凤是被那只臭猫吓到了，都说猫肉安魂。这事我来解决。陆明轩悄悄进了房间，把猫抱了出来，送进小厨房。他刚走，行之便抱着奶团子进来了。小人参，吃了你的猫，你会哭死吧？娘，我好多了，想出去找找。你吃饭了吗？你妈呢？死了吗？肉包，你的猫没死，我吃的是什么？是老鼠肉啊！小蹄子，你等着！苏锦轩，是你把云凤的猫肉换掉的，
你怎么这么恶毒，害得云凤上吐下泻？我恶毒？你偷女儿的猫品外甥女炖肉吃，就不算恶毒吗？你想过没有，如果女儿知道她的宠物成了食物，会不会吓得大病一场？林云凤和呱呱同岁，小时候就能残忍的吃猫肉，长大后难道也会吃她的父母吗？有请我们最小的捕食天才林云凤上场。这么厉害，可惜这孩子出身卑贱，生父不详啊。第三块，有我在，让你输的一败涂地。这什么鬼啊？就这个天才，哼，就一小屁孩而已。滚下去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一块赌石都没赌对？而在苏景轩的院子里，气氛温暖和煦。他守着行之练武，呱呱在一旁流着口水，香甜入睡。哭什么？难道婆母？别说这种晦气的话。夫君有话不妨直说。夫人也知道云凤是个小天才，异于常人，但昨儿去赌石却赌输了。我们思来想去，必是因为有人用身世攻击云凤，导致她自卑，扰乱了她的心神，才输掉的。咱是一家人，夫人善良，想来也不忍心看到妹妹和外甥女受辱，对吧？我想了个好法子，不如让三哥认云凤为干女儿。有了将军的干爹，谁还敢欺负她、羞辱她？不行，不要祸害我三舅舅，感情可不能随便认。认干亲是给林云凤挡灾，一定会变差的。坏人，咬牙，咬死他们！让我三哥认林云凤当干女儿，那陆菲儿是什么？该不会是想让我三哥认她当干妹妹吧？现在啊，有好多下面贱、人贱，管不住自己的男子四处认妹妹。其实这哪是妹妹呀，全都是往床上凑合的钱儿。我三哥可不是那种犯贱的、烂得招蛆的男子。刚成亲时，你温柔体贴、善解人意，待菲儿也好，怎能生下呱呱后，你变得如此毒舌狠辣？这嘴更像菜市口的大娘。还是说，你看云凤比呱呱聪慧，心中嫉妒，想毁了她？我嫉妒他父不详，还是嫉妒他娘不自爱？在我心里，我女儿比他女儿强10000倍。你，好好反省反省自己的尖酸刻薄吧。爹，娘，我有法子让三舅舅认妹妹做干女儿。松风是长子，聪慧勇敢，将来陆家交给你，爹爹也放心。三舅舅心善还厉害，是人人敬仰的大英雄。能不能求舅舅认云凤妹妹当干女儿？是你娘的意思？是的，三舅舅也知道娘和姑姑的关系最好了，舍不得云凤妹妹受苦。龙舅舅想想啊，明日给你答复。你先回去吧，他们更像兄妹。我在想琢磨什么呢？你要吓死哥哥！你要是掉进土里怎么办？那呱呱就发芽了，长出5个呱呱。你常在陆夫人跟前，可有听说过陆夫人想让我认陆云凤当干女儿？家爹的脸量比我吃的奶皮子都厚，比屎壳郎的便便都厚，竟然私下找三舅舅说这事，还把娘亲搬出来了。我娘还没说，没说。你的事，等我们从灵隐寺回来再说。灵隐寺？生下呱呱那日，他劫后余生，我便心中祈祷，他若平安活到1周岁，我便去还愿。正好去。好，我同夫人去。不是。苏景轩带走了院内所有人，包括猫猫肉包。大舅舅在这儿，我闻到血清的味道了。听说素斋可好吃了，大舅舅会请我吃素斋吗？好奇怪呀，寺庙的邪气都快超过灵气了。几位施主，随我来。敢问镇定方丈在何处？方丈重病缠身，近日一直在养病，不便出来见客。寺庙有这方丈，还是要解散，能吃散伙席吗？请问镇空师傅可在？能否出来续上一续？镇空师傅近日在闭关诵经，不便见客。有鬼！呱呱睡得不安稳，把自己当成个球，从这头滚到那头，也顺便等娘亲。苏锦轩被年轻方丈叫去诵经了，说是为儿女祈福。臭烟火！抱起小家伙去敲行之的门，行之也醒了。
茶房被火蛇吞没，浓烟四起，呛得他们直咳嗽。送完经回来的苏锦轩看到这一幕，双腿瘫软，猛地跪在地上。怎么会着火？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我女儿，我儿子还在里面呀！谁救救他们？娘亲，大哥哥，大舅舅。恍惚中，他看见大哥苏云战靠坐在门口，苏云战如神奇般冲了进去，他拉着行之，抱着奶丸子冲了出来。大哥，这时僧人们才陆续假惺惺地拎着水桶出现。真空，我以为你改邪归正了，却不想你又撬了房锁，悄悄溜出来放火害人，而且害自己家人，你体内邪祟快压不住了。你们把真空绑起来，先禀告皇上，让天师判邪。不，你们弄错了，我大哥没有放火害人，还是他救了我们呢。坏人，他们是假和尚，他们才邪，大舅舅好可怜。苏锦轩听得眼皮直跳，细细看去，肯定是渣爹和冒牌大哥的计划。苏施主，灵隐寺乃皇家寺庙，扰乱寺庙办事，便是扰乱皇家办事，施主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我们尽快离开，回城才能想到法子。来到马厩，却发现马儿口吐白沫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看来兽，活人。须臾，远处冒着绿油油的光，待近了后才发现是两匹狼。苏锦轩吓得后退好几步，奶团子兴奋地从行之怀里粗溜下来，鹿呱呱肉爪拽住狼尾巴，小家伙抬腿往上跨，哼哧上去了。小家伙大方地朝娘亲大哥招手，来吧。他们可不敢，惹毛了狼大人，脑袋都得被咬掉。看在小家伙的份上，用脑袋顶起了他们，并强行背上。天明时，人狼进了城门，正巧赶上陆明轩去上朝，开了门，对上忧虑凶残的狼眼，呲出的牙，眼皮一翻，晕了过去。奶团子往家走去，怎么跟三堂会审似的？你大哥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，你少搅和，也少往娘家跑。要记着，你已经嫁人了，是我们老陆家的人，少干那些抹黑婆家的事。婆母都不问问孩子们的伤势如何吗？这不都好好活着？再者，不在家好好待着，非要跑出去嘚瑟。现在出事儿了，老实了吧？我们若是不出去，哪会给别人机会上演这场好戏？还有，我是嫁给陆家，不是卖给陆家了。我想如何，和你们无关。说完便抱着女儿离开，气得他们脸都青了。苏锦轩回到房间，皇上生怕二哥利用滥用私权。小小子，竹林一向疼他，麻溜去小厨房了。呱呱又指隔壁屋子，行之赶忙满屋子找猫，把俩人都只走的路呱呱粗溜了下去。淘气鬼爬得快，嗖嗖嗖爬了出去，正巧赶上压着苏云站的香车在街上游行。奶团子冥思苦想，对着天空啊巴啊巴了半天，好多鸟飞得低低的，悬在人的头顶，个个仰头打鸟。奶团子嗖嗖嗖钻进了香笼里，趁着脖张望的苏锦轩愣了愣，没睡好，眼神也不好了，还以为看见呱呱了。苏云战看着毛乎乎的小团子愣住了，大舅舅长得像仙女，这怕是没命了。听到外甥女心声的苏云战不敢置信地贴近她，大舅舅遇上我，冷性命了。又听到了，妹妹这是生了小神仙吗？百姓往她身上丢菜叶子、臭鸡蛋，苏云战死死护着奶团子，不让她受伤。到了皇宫，苏云战跪在地上。天师细长驴脸，8字小胡须。皇上，苏云战已被邪祟附体，若不一尘的真火烧死，怕是后患无穷啊！不，胡说，死你满脸口水。皇上那么英明，应该不会信了天师的话吧？才要说话的皇上菊花一紧，皇上掀开龙椅布帘，对上一双葡萄大的眼睛，他把陆呱呱薅了出来，举在半空看着。苏云战吓得直磕头，脸都白了。请皇上饶过我外甥女，臣愿以死谢罪。你外甥女竟藏在皇上龙椅，
我看是你苏家包藏祸心，这孩子必是小妖孽，该一同烧死。该烧死应该是你，你给皇上吃的丹药是害人的，再吃下去，皇上就吃啥啥，好难办了。不信，我也耗着试试啊！完了完了，龙椅是随便做的吗？龙椅好硬啊，个屁股。皇上连个垫子都买不起吗？真抠呀！哇，冷冷，好看。哇，再好看有啥用？皇上笨笨，我大舅舅他是秘史天师，能诱皇家。被天师陷害了。来人，把天师拖入大牢，择日问斩。皇上，臣做错什么了呀？遇上我是你的劫。恭喜苏西过了朕对你的考验，朕准你还俗，并封你为御用天师。臣领旨谢恩。你在灵隐寺潜伏那么久，有何意啊？回皇上，灵隐寺正定方丈被人下药，常年昏睡，灵隐寺所有的僧人全部大换血，原来的僧人们也不知被藏在了何处。我知道呀，我可是万事通。算我自己太小，还不会说囫囵话。灵隐寺僧人一事，别让你同你二弟三弟去办了，朕倒要看看是谁敢叫浑水。是，你外甥女极讨人喜欢，朕会好好奖赏，也会奖赏她爹娘。赏我和我娘就好了，杀爹有什么好奖赏？他是个坏的，坏的流油，背叛我娘还要杀我。还有，天师和他那么好，也一起害我大舅舅了。恶意没证据。如今的深恩最大，自流光景五匹，册封五匹诰命一人。我没忘了你。下去皇上，好吧皇上，不给我好吃，把龙袍上的龙剪下来给我干什么？我入不面圣，大哥自不是邪祟，我为大哥担保，要是抓我愿交出兵符，提前告老还乡，只保大哥安康。咱们苏家一个都不能少，我会交出苏家祖产，让苏家嫡系辞去所有官职。可当他们看到苏云战抱着奶团子安然无恙的出来时，都呆住了。皇上杀了张天师，皇上封你为天师了。皇上让我们兄弟仨一同办灵隐寺的案子，小妹是五品诰命啊。他怎么在这儿？夫人先回去休息，我会去找女儿的。嫂嫂，让云凤陪陪你，你就没那么难过了。我现在烦着呢，少在我跟前碍眼。呱呱若是丢了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别想好过。耳边传来叫娘的小奶音，让他心神一震。娘亲，他僵着脖子回头看去，看到女儿的瞬间，捂着嘴痛哭了起来。瞎跑什么？你是不是想吓死娘？娘亲不哭哭，大瓜屁屁。大哥，你怎么安全出宫了？皇上没惩罚你吗？妹夫很希望我被皇上惩罚。大哥误会了，我是关心则乱，语无伦次了。受惩罚的不是我，而是那位虚伪至极的张天师。皇上说了，也要责罚张天师的同伙。夷人安好。公公，您叫他什么？夷人？五品夷人？自然，皇上亲封的。说起来，陆大人同夫人的品级是一样的呢。陆大人，皇上让你进宫一趟。恭贺将军府浴火重生。坐在苏大将军胳膊上的奶团子，小肉手一挥，啥？逗得大伙哈哈大笑。君心莫测呀！小妹，大哥问你，陆明轩待你如何？可真心？大哥，你他养了外室，负了你，是不是？小妹，宗峰不是你的儿子吧？是陆明轩和外室生的，你为什么帮他养孩子？什么？明轩养外室？你还帮着养野种？我打死这龟孙儿！呱呱停下缩手指，瞪着黑溜溜的眼珠子瞅着他们。睡一觉，咋还变天了？娘和舅舅他们咋知道大爹有情儿的？咋知道冒牌大哥的？听到心声的苏锦轩让管家把小家伙抱下去。爹娘哥哥们，我并非特意瞒着大家，一来不想家里担心，二来不想打草惊蛇。我想大家都能听到呱呱的心声吧。我想呱呱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小神灵，我多次从呱呱口中听到咱家将来的凄惨结局都是出自于陆家之手。我想知道他的计划，想规避这些危险，撕掉他们恶心的嘴脸，把行之的身份还给他。小妹，你的意思是行之才是你儿子，才是我的亲外甥？若不是呱呱，
行之怕是被陆家人虐待死了。难怪，我看行之武功底子那么好，不愧是我苏家的孩子。苏怀安决定把终身绝学交给他。我不是一个好爹，让我女儿受了这么多委屈。爹娘，你们别这样，是女儿识人不清。当初爹娘说陆明轩是凤凰男，自私无情，不懂感恩，孝义不达眼底，亲戚也不是善茬。我不信，反倒觉得他们出身乡下更加淳朴，为了同他成亲，以死相逼，威胁你们同意。没想到爹娘，好在我已经清醒了，留在陆家，为了孩子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我们苏家。推开门，小家伙坐在台阶上，俩小肉手托着小脸儿。我爱生气，好不好？那糖醋肉末能哄好吗？啊，要！苏锦轩只好抱起小家伙。我先回了。等我们从灵隐寺回来后，咱们一家子再好好聚聚。是，我去寺庙。你怎么能去？你太小了，太危险。没我白跑一趟，根本完不成皇上给的任务。不让我去，我就偷偷去。苏锦轩听得心脏病要犯了。大哥，那便带着呱呱去吧。你们带着，比他自己偷偷去要放心。他偷跑这事再来一次，我也就吓得没魂了。这夜，呱呱兴奋得不得了。是不是娘和家爹和离，就能永远住在外祖家了？苏锦轩低垂着眸，和离，我能吗？苏锦轩用过早膳回了陆家，推开房门便看见陆明轩满脸寒气，眼神阴沉地看着他。对了，你大哥是不是跟皇上说我坏话了？不然皇上为何让我在家反思1个月？不让上朝居家反思，会影响仕途的。我大哥人品周正，夫君惹怒了皇上，还是从自身找找原因吧，看看是不是做了什么忘恩负义、虚情假意、丧尽天良的事。清脆的巴掌声让空气都静了。星河呢？不是说一块回来？这么久没归家，我这当娘的心里太惦记了。嗨，惦记啥？他好着呢，长高了，也壮了，学得一手好学问，书院的人都以他为荣呢。啊，他呀，说是刚回来，去见见当初教过他的恩师。星河这孩子心善，打小就仁义，知道感恩。那是自然，弟妹生的孩子个个都是好的。他估计知道苏父非我亲生的事吗？姐，家里来信，我都听说你的事了。未婚先孕的确给陆家丢脸了。是妹妹的错，妹妹。陆菲儿唰的流下泪。行了，哭去吧，还能撵走你不成啊？再怎么，这孩子是无辜的。是呢，我是怕嫂嫂不喜欢我和云凤。不可能，苏锦轩最善良，干不出欺负柔柔母女的事。他呀，得给孩子们积德，是吧，弟妹？姐这次是特意送星河回来的，还是要办别的事？没礼数，快叫人！这可是你以后的靠山，摇钱树，还不巴结好了？这孩子是不是傻呀？什么靠山摇钱树？姐说笑了。小舅母，给我介绍个想好的呗。我要求啊也不高，个儿高些，壮实些，最好是3P以上，不然那有啥本事？长得得好看，得白，家里得有钱，舍得给我花。圆圆，你弟妹啊，你外甥女也到了相人的年纪了，你娘家那么有本事，可得给她找个好的呀。她的终身大事可就交给你了。姐，圆圆说3P以下的男人没什么本事，这……姐，你怎么教育的孩子？陆老夫人也不乐意了，白了他们娘俩好几眼。小舅母，你头上的簪子真好看，宝石做的吧？看着就挺贵，你把它送给我呗，就当是见面礼了。这是我母亲送我的生辰礼，有纪念意义，不能送你。这个该不是生辰礼了吧？给我，给我！放开他，表姐，再欺负我娘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娘，我妹妹呢？见信上说呱呱十分可爱，我想看看。你妹妹和舅舅们出去了，顺利的话晚上就回来。什么顺利？你们把我女儿弄哪儿去了？想知道？等女儿回来了，你去问。星儿，这也是你妹妹呀？看看可爱吗？不可爱。苏锦轩心里舒畅极了，他拉着儿子回到房间。娘，儿子这次回来便不走了，河山再美也没有娘亲重要。对了，娘，妹妹和舅舅们做什么去了？娘，我是夫人院内的护卫。原来如此，能做娘院中护卫的人，想来功夫很好，我也放心。娘，我去看看爹。娘，大哥，妹妹，娘，这是儿子在佛前跪了1个时辰求来的，愿娘身体健康。呱呱和舅舅们去哪儿了？去寺庙抓坏人。为什么带呱呱去？他只是个孩子。
他连糖葫芦都不要了，甩着小短腿往里跑。娘，被我发现了，你做啥？好可爱，你就是呱呱吧？我是你的二哥哥呀。娘，醒醒啊！就被人害死了呀！呱呱，你回来了，叫二哥哥。妹妹真率真，没教养的东西。星儿，你也奔波了一日，快回去歇息吧，娘要照顾你妹妹。好的，娘。换衣裳时，一块东西啪嗒掉了出来，苏锦轩捡起来，打算收好。不要！这是你二哥哥给娘求的平安符，不能丢的。才不是平安符，这是催眠符。那天要不是我回来的及时，娘亲早就被他套话了。而且这个符里可是有邪祟的，一直带着它，比吃那些毒药还可怕呢。完了，娘亲要变成傻子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呀！直勾勾地盯着他手上的平安符，女儿想要自然会给。小家伙抓着平安符揣进兜兜里，一抹红色灵光把邪符烧成灰，又用土埋了起来。看着几株灵气十足的草药，揪下来塞进了袋袋里，又哒哒跑进房间，把平安符还给了娘。你还会用平安符给娘催眠套话呢？我换了平安符，娘就不会被催眠啦，娘也会知道坏人的嘴脸了。今天是个好日子呀，心想一举二动能成。快哥哥，走！娘二哥哥在家呢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是我二哥哥，假的，也是家姐和坏姑姑的喽。坏哥哥怎么去养远馆了？话本子里说陆星河是个好男孩，但谁又知道他有这方面的癖好呢？甜甜，好玩，去！想着看不到什么，听听动静也行啊，又忽悠着竹林去了后面。别跑，还想跑？抓住他！站住！一个清秀的少年慌张地跑了出来，翻墙下差点砸到偷听墙角的小团子，竹林吓得魂都飞了。小姐，哪儿呢？鸽子。少年眼神清澈倔强，听着后面穷追不舍的声音，脸上布满了惊慌。正打算跑，被一只软绵绵的小手抓住，他奋力抱起一个堆在墙壁的大大的草筐，吧唧套在了他的脑袋上。看见一个少年没有？他打我，豆豆！方才是有个少年慌慌张张的撞到了我家小小姐，也不道歉，就往那边跑了。几个壮汉骂了句娘，赶忙追去。谢谢你救了我，但是我没有锅。这奶娃娃真奇怪，不要糖要锅，难道要我做饭吗？我小哥怎么这么笨呀？我叫他哥哥呀。哎呀，小哥这么笨，会不会还让我？你们是迷路了吗？让我走。小姐，夫人找不到你会着急的，难道忘了之前的事了？小奶豆缩了缩脖子，还是怕娘亲的。你住头福客栈，我明天找你。他拍拍裙上的灰，哒哒哒走了。娘，养远馆是个什么地方？儿子怎么会去那种地方？是儿子的同窗在里面没银子了，求儿子送些银子进去。同窗有难，儿子怎能见死不救呢？娘知道了，你是好孩子，不明宣禄妃儿。你们真狠啊！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。他又猛地坐起来，心突突的跳。那我的小儿子在哪儿？他穿上鞋，前院后院挨个走。夫人，你在找什么？行为太怪太明显了，会引人注意的。行之，今日我听了你妹妹的心声，才知道你弟弟也不是亲生的。我猜到了，血缘亲近的兄弟姐妹都是有感知的。我对妹妹就很亲近，但对陆星河却有一种排斥感。我觉得你弟弟也在陆家，你帮娘注意着。好，我会的。我也想找到弟弟，不愿让弟弟受苦。呱呱却在心不在焉的吃早饭，大眼睛贼精的转着。呱呱想什么呢？不合胃口。小资叉烧包，大哥笨，小哥也笨，全家救宝宝上担当。小哥，难道妹妹找到弟弟了？妹妹想出去见弟弟。好，我们出去吃叉烧包，再带你玩玩转转，好不好？行之跟抱猫猫似的抱起了小家伙，越看妹妹越稀罕。好，小奶团眉飞色舞的。行之让竹林过后告诉苏锦轩，奶团子拉着行之的手去了客栈。小哥哥听话。奶团子小肉爪一推，直接把门推倒了。不结实。
不结实。正塞饼子的少年噎住了，少年囧囧的，有点饿。饼子不好吃，我请你吃肉。少年注意到奶团子旁边英俊的少年，他的脸肉眼可见的白了起来。无功不受禄，我就说你为何对我这般好，原来你是找了人来祸害我。啥？是祸？别碰我！星之见他激动的要挣脱，要逃走，抬脚把他绊倒了，按在了地上。怎么这么倔？不把话听全了就跑？我知道，我这是出了龙潭又进虎穴，你们救我是有私心的。对了，想把你带回家呀。这世间无人真心待我，给我银子让我住客栈，其实就是为了随便吧。什么随便吧？说什么胡话呢？你不是想包养我？为何要包养你？因为我是小官。什么？但我是清白的，我把自己保护得很好。你知道自己的身世吗？你有爹娘吗？爹娘是谁？我真想问问他们，为何生下我又不管我？因为我的容貌，我从小到大被卖过很多次，哪有家，哪有亲人？香花，不哭，你妹啊！你过。娘很爱我们，之前被蒙在鼓里，被奸人蒙蔽，娘疯了一样的找你，我们很爱你。我竟然有家有亲人，我那怎么打败坏人？听我的。这事不能冲动，现在唯一要做的便是让你回家。他们让少年暂住在客栈，给了足够的银子。爹，这奴才今儿个擅自把妹妹拐了出去，这种人怎能留在陆家？依我看，应该撵出去。的确，来人，把此人押到官府，就说他意图拐卖陆家千金。我看谁敢动我徒儿半根手指。行之是我亲认下的徒儿，今日也是我让他带呱呱出来的，送他去官府。要不要把我也送进去啊？这小畜生怎的成了苏怀安的徒弟？这可是有名的玉面将军。三哥今日来所谓何事？暖妃的八皇子君庭想寻个伴读，我想那星儿才游学回来，确实不凡，不如让他做君庭的伴读。星儿聪慧，没有比星儿更适合做皇子的伴读的了。不要，哎呀，怎么能让陆泽进宫当伴读呢？他不是我小托呀，他是阿爹和路菲尔的儿呀。话本司陆星河当了皇大之后，害得暖妃打入冷宫，被公活活饿死了，害得八皇成了人质。暖妃是我大姨母，君庭是我表哥，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妹夫，先别高兴，这只是我的意见，具体让谁做伴读，还是要听皇上和暖妃的意见。陆明轩没听进去，满满的信心在眼里荡着。陆明轩回到后院，明轩，我们的儿子能入宫了，真是太好了，将来对我们的计划也有所助力。自然，所以星儿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次日，苏淮安三兄弟一同去上朝，内心却很忐忑，低头瞅了眼背着的花布袋。大哥，这能行吗？这可是上朝啊！皇上昨个私下问了呱呱，便是想见他了。三弟，你常年在战场上，长的都是直肠子，不懂揣测军心，以后同我们学着些吧。呱呱软嫩的小手悄悄扒开袋子，黑眼睛滴溜溜的转，听着大臣们上奏。宋大人今日告假，称昨夜熟读皇上所作文章太晚，早上起床眩晕摔了腿。撒谎！皇上听得怒气冲冲，想大发雷霆，又怕吓着这活祖宗。见小祖宗听得困了，早早下了朝。御书房内，皇上盯着落成小山的折子，腿下被重物抱住，小奶豆顺着龙腿爬上来，真硬！四处看，捞起几本折子垫在屁股下。这折子的福气大着呢。呱呱，昨儿你刚入了朕的梦，朕便想法子让你入宫了。你找朕什么事儿啊？我知道你苦恼一个事儿，我帮你呀答应我一个忙，不对，帮一个忙。我苦恼什么？你知道？那你说来听听。你不会选城池？皇上愣住，果真是小神灵。没错，大禹输给了大硕，按赌约要任选一座城池。大禹城池多，表面做得好，可却是好坏交替。若是选中了不好的城池，非但没有好处，反而会亏银子整修。所以呀，这个六盘池。六盘池是口碑最差的池啊。对，这是
嘘嘘收纸。皇上当机立断给大禹发了个书信，他搓着手，笑得像大灰狼。你想让朕答应你什么条件？姨母，这是姑姑特意为姨母做的梨花酥，木雕小剑也是我送给表弟的。福临，收下吧。等等，抢我肉丸！嗷嗷，拆家！你谁啊？干嘛拆我的狗窝？不对，干嘛拆我狗的狗窝？我要告诉我母妃去。是我妹妹，也是你的表妹，就是有点没规矩。你去，我不怕。妹妹，你怎么不怕狗子啊？你是怎么驯服狗子的？教教我呗。笨蛋两个一起玩，笨蛋会传染的。他咋能听到妹妹的心里话？妹妹跟表哥玩呗，说句话也行啊。表哥有好多钱。现在我有什么用？有命拿，没命花呀！天生的短命鬼，可怜可怜。你说呀，怎么不说了？我怎么短命了？奴才见过暖妃宜人，这是其他2个候选的书童。抬起头。心儿怎的了？头一次见你这般冒失。娘，是我早上没吃饭，有些晕了。想让我吃饭？是看见我亲小哥来了，害怕了吧？正主来喽！今天四处找不着这小杂碎，进宫里来了。这小杂碎是怎么勾搭上皇宫里的人的？难道他们知道了小杂碎的身世？表弟，这2人从哪儿寻来的？看着不俗，都快把我比下去了。就那高壮的，曾经做过我3皇兄的伴读。那生得好看的，是大学时微服出巡，在街上看到他卖诗赚钱，觉得是个人才，便领回来了。你也知道，皇家选伴读都从民间、朝臣及皇室内各选一个。也不知母妃为何要我这么说，但为了3舅舅那匹汗血宝马，值了。幸好不是得知了身世特意寻来的。不过这小杂碎的运气还真是好，我绝不能让小杂碎入宫做8皇子的伴读，时间久了必会真相大白。妹妹，你领着他们2人去偏殿换统一的衣裳吧。暖妃故意给他们母子2人相处的机会。行，那麻烦大姐帮我照看着仙河和呱呱。苏锦轩脸色淡然，对2个少年开口：“你们同我来吧。你随我来，你的衣裳在别处。”待福临和少年离开，苏锦轩迫不及待地上前，左看右看，泪水流了满脸。像娘亲，像你舅舅，像你大哥。少年定定地看着他，眼睛不眨，话也不说。苏锦轩心里直打鼓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怪娘？不是的，我只是不敢相信我有娘了。我怕一眨眼一说话，娘就不见了。苏锦轩呆住。你愿意认我？我听大哥和妹妹说了，娘也是个可怜人。况且，少年挠挠脑袋，挺羞涩的。我做梦都想要有娘，有了娘，我就再不是野孩子了。苏锦轩抱住少年，好孩子，我的小儿子这么多年受苦了，娘会保护你的。我知道家里都是坏人，不是相认的好时机，我和大哥会等的。换好衣裳，少年很开心。我有名字了，我叫颜之，嘿嘿，真好听。正说着话呢，陆星河忽然来到暖妃面前。姨母，为8皇子选伴读是件大事，这个人不配做8皇子的伴读，为何？因为他是小官，脏得厉害。母妃，我不要小官当我的伴读，我的清白之身不保了呀！鬼叫什么？暖妃把苏锦轩担忧的眼神看在眼里，她朝陆星河看去。星儿啊，这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说。你认识他，你怎的知道他是小官？还是说你去过那种地方呢？陆星河心虚的激动大叫：“我没有，我才没去过那种地方，是我同窗说的，特意指给我看了。”苏锦轩神色淡然。星儿一向拿证据说话，怎的今日这般冲动？真是让娘失望。娘，我也是为了姨母和表弟好，我会拿出证据的。陆星河找到8皇子，用万分忧愁、担忧的眼神看着他。表弟，你常在宫中，对外面一无所知，我是你表哥，怎会骗你？你千万不能选那个人当伴读，不然啊，你会变成龙阳之好的。
到时候啊，陆星河朝他后边瞅了瞅，某处不保啊！八皇子下意识夹紧了屁股。小杂碎，别以为你能摆脱小关，能摆脱我，我是不会让你有翻身的余地的。你想干什么？娘，德公公，你们上来吧。星儿，你可以把娘和你姨母宫中的德公公请出来，做什么？星河为姨母、为表弟、为皇家，也为苏家着想，认为绝对不能让一个小官做八皇子的伴读。今日我寻来了证人，要揭穿他。各位都是京城小官楼的官宝们，他们对他可是熟稔无比。陆星河唇角挂着笑，敢问你们可认识他？他是否曾在你们处做过小官，躬身赏玩？他呀，他生的倒是好啊，不过我们官楼哪有这个福气找这么个人来呀？不认得。不认得？怎么会不认得？娘，我想他定是以身子为蛊惑，收买了他们说谎。星儿，你在娘心里向来彬彬有礼，谈吐不俗，可你方才说了些什么脏话？你来说，他是不是小官？你当初还看中他了？陆兄，我不知道啊，你可不能瞎说话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了。没想到娘娘竟有个满嘴谎言的外甥，真是给娘娘丢人。皇上婆婆出马，看钱还敢瞎说，要和皇上当亲戚，好像比我扎天管用。今日让你受委屈了，这几日的房钱由我们出，你且安心住下，等着入宫便好。多谢夫人。走之前，呱呱悄咪咪朝小哥眨眨眼。呱呱是不来了吗？婴儿较多，许是起不来。你今日好好表现。我会的，姨母。暖妃。八皇子有事，我表妹好像很喜欢你，我一会儿选你，你能让表妹搭理搭理我吗？婴儿的感受最直观，你待呱呱好，她自然会感受到的。我选胭脂，你别不理我，我给你好多好吃的。我才不是茶，是给你机会，讨好我。随着皇上一声驾到，众人跪了下来。皇上四处瞅，瞅着呱呱，这才松口气，又是使眼色，又是惊咳的。可惜小家伙不搭理他，见他吃东西，心生一计，跟公公耳语。不多时，皇上面前多出许多零嘴，奶团子一怔，跟闻着香油的小耗子似的，因为桌子太高，他摸不到，跟奶猫似的，顺着皇上的大腿爬了上去，挪挪屁股，坐稳了后，抓起零嘴吃了起来。二皇子，你选错了。父皇、母妃，我选好伴读了。没关系的，表弟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你来了。我为三皇子寻了个上等的货色，可惜他是八皇子的人，还口口声声说谁也不敢得罪八皇子。哼，老八算什么东西？我外祖家看他外祖家不顺眼很久了，今儿个我便给他个下马威。奴才见过暖妃。八皇子，皇上说有些书要给伴读，让伴读随奴才去拿吧。去吧。也很在皇上伯伯身边见过这人呀，给你一个讨好我的机会。呱呱，这是我父皇的书房，不能随便进，会被打屁屁的。皇上伯伯不会。虽说今日你在父皇面前放肆，他没有发火，那是因为在考核呀，我父皇没空搭理你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父皇办正事呢。姨母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没保护好妹妹。看来皇上伯伯没干过偷偷摸摸的事，都不知道早早让人记住守门的太监呢。唉，看来这次没什么收获喽。皇上给总管使了个眼色，总管立刻带人过去，火速把守门通风报信的太监按住了。你当八皇子的伴读有个屁用，还不如跟着我吃香喝辣的。皇上最讨厌龙阳之好的人，你就不怕被发现后被皇上厌弃吗？你以为我娶皇妃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给我挡这事儿的。你敢骗婚？这要是让你岳丈，朕的朝臣知道了，朕的老脸往哪儿搁？打今儿起，你不用去上书房了，也不必习武了，就在殿内给朕好好反省反省。朕非要改了你这臭毛病。另外，把这事告诉苏妃，她教子有过，罚她面壁，并罚俸禄3个月。皇上威武！啦啦！差一点就毁了那小杂碎，谁知小杂碎没毁成，竟毁了三皇子。幸好没连累到苏妃，不然我们的计划便缺一块脚。星儿，你说皇上格外喜欢陆呱呱，看着不像喜欢，没有表现出喜欢的神色。纵容倒是真的，不然怎会让他坐着吃东西？今日伴读考核，许是过继龙颜，不便和孩子发怒。小哥说的对。
才不是喜欢，我是天之凤女，皇上只能喜欢我。云凤说的对，皇上无女，纵容女孩也是正常的，但绝不会喜欢跟蠢猪一样喜欢吃睡的陆呱呱。那该如何让女儿引起皇上的注意？我有办法。听闻陆家千金陆菲儿所生的女儿凌云凤带来的福泽。我记得这孩子之前赌师很厉害，后来输了一败涂地。小孩子听着，话说对。都说陆菲儿灵芝母体，生的孩子也不俗。凌云凤今日能招来我朝的硕禄。小骑马吗？谁让我骑，我给谁续续。走啊！小耗子要把你招来啊！小耗子要抢我功，不行，招路啊！哼，咬我，不可能！硕禄马上到了，大家不要眨眼哦。云松花，硕禄来！什么灵芝母体生出的祥瑞？我可是灾星，不然怎么会招来浩的？打他呀！赶紧让这些耗子消失啊！为什么来的是耗子？说路呢？你们懂什么？我女儿是天之凤女。陆菲儿抱紧了凌云凤，朝下跑去，脚下一滑，猛地绊倒。还有1个月便考试了，暖妃来信说宫里有规定，要让伴读参加考试。这个月我把伴读接出来，在外面上私塾补知识，也让行知一起学吧。苏锦轩自然答应。爹爹，我记得宫中有个规矩，伴读考试没有取得秀才之名，便取消伴读的资格。那小杂碎可连童生都不是啊！陆明轩拍拍小儿子的肩，爹爹上朝便会提这件事的。皇上，八皇子虽说过了伴读考，可他就连个童生都不是啊！这样的人怎配给八皇子做伴读？是啊，皇上，请皇上三思啊！不然便等他成了秀才之后，再做八皇子的伴读吧。陆钦怎的知道，那孩子此次考试当不成秀才。皇上，考试都是一节节按照顺序考的呀。今年考试的规矩改了，有能力者可跳阶考试。皇上，为何？皇上恼地把折子砸在他头上，额头迅速破了个口子。朕做决定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质问了？朕做决定都得过问你女儿的意见，只可惜啊，一个瞎眼的不懂得珍惜这个宝贝女儿。听说咱书院来了个身世不明的小野种，这算什么？我还听说这小野种便要做八皇子的伴读。别这样说，他也是个可怜人。况且听闻他要考秀才。什么？考秀才？他知道秀才俩字怎么写吗？陆星河，你的文采全部都是窃偷我的，逼我写完拿给你的。最近控制不了我了，你肚子里的墨水还够用吗？让一让，都走开！星河，你妹妹来给你送饭了。现在知道巴结我了。他伸手去拿，啪的一声，小手重重的打上去。不是给你的，你个孔雀，是给他的。呱呱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大眼睛，不呀，没认错，快吃，不然我要馋死了。表哥，我来了，云凤给你送饭来啦。还是云凤妹妹懂事。这是什么？也许是佐料吧。咦，那是老鼠屎。原来你喜欢吃老鼠屎呀。兄能参加会试了，我帮小哥偷懒。不要，真笨笨，把功课改一下，他愿意偷就偷嘛。他进在舅舅找的客栈里，特意晚回去了会儿，便发现桌上的纸张书本全部打湿了，墨字模糊，看不出写的是什么。客官，对不起，您打小的吧？是小寒方才收拾屋子的时候不小心把水洒了。罢了，我再写便是了。以后我的屋子不要随便进来了。这是倒霉符，悄悄塞给那小杂碎的身上。你妹妹说了，她得了福，考试这几日会浑浑噩噩，会分到10号，会发生许多倒霉的事。好的娘，有了小杂碎的功课，再加上倒霉符，小杂碎必输无疑。反他，反他。让让，都让让！陆家天才来了！不要这样，要谦让。有人嘀咕了一句，
天才？什么天才？他名字是最后一名啊！你说什么？最后一名？怕是看错了吧？我又不瞎，还想找你呢，压你是第一名，结果可倒好，考了个老莫。你们猜谁是第一？严正，咱瞧不上的严正成了第一呀！不可能！闲言碎语和菜叶子往他身上丢，他像逃命般往外跑，一口气回了家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能输给他？爹，是孩儿运气不好。星儿的文采可是你有目共睹的，那小杂碎未上过一日学，怎能考第一名？定是小杂碎吸走了星儿的文曲星运。你忘了，当初大师曾说过，苏景轩生的孩子都是灾星，会克父克母，克兄克一切啊！当年我救下你，大师说你是灵智母体，说我们的孩子是仙星转世，我会保护好你们的。明轩，你真好，我就知道我没有跟错人。当年那大师可是……马上大祭神日了，小哥是文曲星转世。对，星儿是文曲星转世，届时神定点名见他，星儿会大放异彩的。嘿嘿，我觉得今日的你像神仙，发着光。言之的心脏闷了闷。陆家上下气氛紧张，陆老夫人的事更多，家中不许喧哗，还没收了奶团子的零嘴。听好了，文曲星究竟是谁？看看是哪个皇子，也不一定是皇子。总之，要找到文曲星。转世的文曲星对大硕是福报。空灵的声音飘渺地响起：转世文曲，请祭神秀。那抹光投到了陆星河身上，陆星河兴奋的浑身都在颤抖，对着那抹光磕头：神，我是文曲星转世，我是陆星河。没想到陆星河真的是文曲星转世啊！当初我的决定是对的。我族大师吉言成真了。这神该不会也是冒牌而过吧？不然就是没睡醒，要不就是眼瞎了。找个郎中看看吧。真是不明的冒牌货，怎么会是文曲星转世呢？看他长得那么愚蠢，把他当文曲星，难道不怕被愚蠢传染吗？文曲星为何会被雷劈啊？啊，难不成撒谎了？肯定的。老天开眼了呀！你不是陆明轩、苏景轩的孩子？我说我是陆明轩的孩子，不是苏景轩的孩子。老天啊，这陆明轩可是深情好男儿，当年求娶苏景轩的时候，可是同苏家下跪发毒誓，保证此生要一生一世一双人的。哎，怎的转眼就和别的女子生孩子了？阵阵凉风吹在苏景轩的脸上，他面色苍白，身子摇摇晃晃的，两行清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痛楚减轻的陆星河从地上爬起来，神色慌张地朝苏景轩走去。娘，你怕是叫错人了吧？我不是你娘。苏景轩看着他，娘，你别这样，你是我娘，你难道不认星儿了吗？陆明轩快步上前，陆菲儿跟在他身后。夫人，刚喊完，啪的一个响亮的耳光抽在陆明轩的脸上，这巴掌用了10成的力，陆明轩喉头滚了层血腥。夫人，你别生气，我跟你解释这件事。是有一次我出远门了，在一个偏僻的茶肆喝茶，谁知道这家子竟然盯上我了，在我的茶里偷偷放了药。等我醒来就发现他家女儿和我不敢告诉你，只好瞒着了。后来他家找了上来，说他家女儿怀孕了，让我负责。我有你了，自然不能收了她，但是孩子是无辜的，我只好把孩子领回来了。苏景轩看着他撒谎的德行，便觉得恶心。你把跟其他贱人生的孩子领回来，那我的呢？我的孩子呢？算日子，我和那贱人怀孕生产的时间差不多吧？我的孩子呢？啊！你说呀，说呀！陆明轩眼神悲伤。我们的孩子生下后身体太虚弱了，不到1个时辰便去了。我儿子在哪儿啊？你说我儿子死了，我死去的儿子在哪儿？说呀！找救，渣爹坏人做坏事，渣爹他们
要去乱葬岗，还要在棺材里做邪恶的阵法，害苏家。苏锦轩听得头晕目眩，外面响起哐哐哐的敲门声，隔着门便能听到苏家人的愤怒啼笑声。一开门，被苏家的阵仗吓了一跳，苏家人全来了。苏老夫人和夫人面容严肃，冷刀子的眼神刺过去。陆家的，你们不打算给我们个交代吗？刺目的剑被苏怀安拔出。欺负我妹妹，也要问问我的剑愿不愿意。陆家人眼皮直跳，眼下怎敢得罪苏家？陆老夫人一个劲儿给儿子使眼色，快解决呀！快把这几尊大佛弄走啊！苏锦轩抱着奶团子出来了。爹娘，你们来了。小妹，跟我们回家。走。不对，先让他们带我们去坟地看看。苏锦轩没等说话，怀里的奶团子急得直啊啊！哎呀，外祖父、舅舅们，先不要捣乱呀！听到心声的苏家人怔住了，彼此对视一眼。爹娘，这么晚了去祭拜，也会扰了孩子，不如明日一早我们再过去，如何？苏家人看出来奶团子的古灵精怪了，小胖手抱住苏怀安的大腿，我要跟舅回家。苏怀安把团子抱起来，看看今晚我们呱呱吓成什么样子了，带回苏家，让他缓缓。苏怀安捏了捏小外甥女肉嘟嘟的脸，小机灵鬼，你不是想来苏家吧？你想去哪儿？奶团子指着皇宫的方向。杀皇上伯伯。苏怀安无语了，奶团子大气的摆摆小手，等会儿皇上伯伯就派人接了。皇上身边的大内总管来了。见过苏大人，快别冻着孩子。多谢公公挂怀，我们把孩子抱进马车。公公噎在嗓子里的话没说出来，就看到苏大人脚步极快的过去了。把呱呱给朕，你去治你的结吧。朕知道你托梦给朕后，马上出来接你了。朕表现的棒不棒？小团子竖起个大拇哥，俩人在马车里叽里呱啦的说了一堆。夫人，我们在荒郊野岭祭拜孩子，总归不太好，先挪坟吧。陆家人巴不得赶紧把坟挪到苏家去。这时，急促的骑马哒哒声响起，大内总管握着圣旨朝他们走来。陆明轩愣住，在场的人纷纷跪下。公公，可是我们已经说好了呀，要埋在苏家的祖坟啊。看来陆大人这是对皇上的决定有意见呢。这皇上都把御林军派出来给你迁坟了，你这是要打皇上的脸啊！大家这就去禀告皇上，明儿个上朝，咱请陆大人自己跟皇上解释吧。皇上如此挂念陆家，是陆家的福气，微臣怎敢驳了皇上的意呢？苍天啊，那里面可是……情绪一激动，嘎一下子冲了过去，呱呱在土地上蹦着，拍着小手。哇，皇上伯伯威武！棺材里可是埋着乱葬岗冤死后死的尸体，死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了。幸亏我和两个哥哥没有入陆家的族谱，不然呐也惨了。娘姓苏，也不会受到连累。陆家这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，啦啦啦！砰当一声，棺材入了地，一切尘埃落定。怎么办呀？那邪祟赃物怎能放我陆家呀？现在晴天白日的不能动，等入了夜，天黑了，咱把棺材挖出来，然后再让菲儿认识的大师给咱家族做法。只好这样了。谁敢夜袭坟地？打！别打，别打！我们是陆家人，你们是谁？敢私闯我陆家墓园？陆大人，皇上体贴陆大人，顾念陆大人丧子之痛，特让我们前来守灵3年。什么？守灵3年？陆大人不必感动，这是我们的分内之事。明日上朝，陆大人可以好好的感谢皇上。我给你们的惊喜，喜欢吗？哼，
专门找人来守灵，还得共吃共住，发月银呢。宝宝给你们陆家省了好多银子呀！蠢货，你还有文曲星转世的身份呢，这个身份可是独一无二，谁也无法抢走的。你要振作起来，等爹的计划成了，我们便是侯府的公子了。等娘的计划成了，难道你不想要这些荣耀吗？我该怎么做？下个月有一场猎赛，我会为你文曲星的身份造势的，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，弟弟。哥，我还想……陆星和阳光的眸布了一层阴云，广袤无垠，重重叠叠的山林中围站着1000名御林军，他们负责保护皇上等人的安全。娘说了，如果第一个计划失败了，还有第二个计划。御林军统领得了皇上的命令，一摇旗子，善骁勇骑射的人如离弦的箭冲了出去。陆松风驰骋着，马背上的他傲气凛然，他看准了一匹猎豹，他手握长弓，瞄向猎物。然就在这时，一支羽箭咻地射了过去，精准无误地刺在了猎豹的身上。他看过去，对上行之意气风发、俊美沉静的脸，他的火蹭地上来了，咬着牙。没想到，当初如蝼蚁般窝在猪圈里的小杂碎，竟然也会射箭了。抽了下马屁股，扬长而去。陆松风气得脑袋都要冒火了，策马扬鞭朝皇上围场奔去。他扬声喊着大喜大喜，听到大喜二字，什么喜啊？喜从何来啊？陆松风跪得挺直。回皇上，民方才打猎时遇到了一个白狐，这只白狐十分有灵性，竟然会说话，称自己是当年先祖所遇白狐的子孙后代，可完成皇上一个愿望。皇上有些心动。这时，白狐什么样啊？我想瞅瞅。皇上被心声轰炸的耳朵痒，他咳了声。苏家人跟着吧。陆明轩见苏怀安抱着奶团子，苏大人，如此重要的场，带着孩子去不太合适吧？一个孩子罢了，带着又如何？父亲未免太苛刻了。也让云凤长长见识吧。皇上刺过去，牙都没长齐呢，长什么见识？陆菲儿咬着唇，真想对回去。难道陆呱呱这死丫头就长齐牙了吗？陆呱呱故意呲出几粒小白牙，咧咧咧，小耗子，气死你！灵性白狐再现，不少人好奇。众人浩浩荡荡跟着陆松风来到了一处茂密的丛林。你便是能演有灵性的白狐？是，皇上，小女姓白，名姿，刚刚化身人形，小女愿追随皇上身边。奶团子瞪着俩大眼珠，眼里满是八卦和热闹。皇上伯伯挺色呀，看见美人就想收啦，也不怕红颜祸水。只希望相互反射，唯有这样，我才能和家人团聚。他说要和家人团聚，什么意思？该不会是知道了？不可能，此事如此严密，谁都不会知道他的身世。知道他身世的人已经……那便好。谁？放屁呀！是放炮。是皇上身边的大内总管来赏赐了。赏什么？猪肘子、鸡肉？不是赏小小姐的，是赏大公子的。什么？赏茂寒或大哥？赏他什么？黄泉路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皇上带回宫的白妃是大公子发现的，皇上觉得大公子有功，所以……什么有功？这是陷阱，是阴谋，美人计呀！臭男人都逃不过美人计。哼，臭男人！还是咱们松风运气好，遇到了灵性的白狐。就是白狐感恩，皇上也感念是松风让他们相遇了，不然怎么会赏下这么多东西呢？娘的招数真好，没想到美人计这么管用。接下来便是皇上赏了那么多东西，咱们陆家也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。我想着让御林军守灵实在是太浪费皇宫的人力了，便提出让皇上收回成命。皇上让御林军撤了，还夸赞咱们陆家懂得体谅圣上呢。咱陆家呀，有望啊！某些人还以为自己家多了不起呢，还以为我们陆家靠着他家呢。这回啊，可是咱们陆家自己出血。真是恭喜婆母了，我也算是陆家人，也为陆家高兴。只是，可别是昙花一现呢。你个乌鸦嘴！老夫人，少爷，来了，人来了。谁来了？这送肉的小贩。
有啊。哦，他要吃瓜。妹妹，你怎么醒了？快去墓地！我已化了他们的怨恨，现在劈开坟墓吧！小破烂族还想压怨气？小看燕子这个坏蛋法！该死！听闻陆大人昨半夜刨了儿子的坟，缺德呀！儿子都动怒了，上了他的身下不来呀。听说呀，是陆家求爷爷告奶奶的，保证不动坟了，那一人一猫才下来的。你们半夜偷偷出去找大师超度，还要迁坟，怎么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？心虚了，害怕了吗？乱说什么！我只是想给死去的儿子挪个整个陆家风水最好的地方。这样啊，当年风水大师来看墓地时，曾说过风水最好的地方就是老祖宗的墓地。想来夫君是想把咱们死去的儿子跟老祖宗埋在一起。老祖宗若是能看到第5代，定会高兴极的。我这就去准备。他娘的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！大说要散伙啊！准了，把陆家死去的孩子和老祖宗葬在一起。陆大人之前上折子，心疼妹妹陆菲儿的女儿未上陆家族谱，孤苦无依的，希望皇上应允上陆家族谱。皇上啊，仁义就答应了，咱家今儿个便做个见证。我不要上，不要！那坟里……刚要说出实话，被陆明轩死死捂住嘴，警告地看着他。小耗子以后要倒霉啦！呀，姐姐也上族谱，连一起！想害我，美的你！好啊，上族谱就带我去寺庙，说我是灾。不行，夫人，为夫没有别的意思。呱呱出生时体弱多病，不比云凤康健，过早的上族谱，怕他立不住。妹妹，父皇和妃子，比较亲密，咱们不能看哦，咱们还是个孩子。秘密呀，我最喜欢秘密。皇上，黏腻的声音响起，白妃和皇上的嘴刚要凑一起。你们在互相喂好呲呲吗？能给我一口吗？皇上尴尬的直咳嗽。好胖的小孩呀！好假的女的呀！皇上伯伯好笨呐！我打个盹儿的功夫就把这假狐狸带宫里来了，大家怎么都喜欢假的呢？是因为便宜吗？什么？爱妃是假的灵狐？不能啊！你找我干什么？糊了眼的东西呀！我来让你清醒清醒吧！你放肆！朕都允了，你不必多嘴。皇上，不好了，3皇子被8皇子推到河里去了。皇上，3皇儿好不容易解了禁足出来，原本想给皇上请安的，谁知半路遇到8皇子。父皇，八弟嘲笑儿臣，挑衅儿臣，挑衅皇上的权威，还说会想法子害儿臣的。儿臣气不过只是争辩了几句，便被八弟推入了池水。父皇，八弟这是想要儿子的命啊！皇上恼怒，刚要发作，耳边炸起奶团子的心声。错了，明明是3皇子故意拦了8皇子的去路，还对8皇子说他和母妃有白妃这个助力，在皇宫他们就是老大，还故意碰瓷8皇子，自己往河里倒。皇上，父皇，皇上会不会是中邪了？不然寻个大师看看吧。此话有理，毕竟临近寒衣节了。白妃是灵狐，必定认识得道高僧，这事便由你安排了。这是臣妾该做的。呱呱站在大人们中间，仰着头看他们，只能看到他们的腿，一个个跟木头柱子似的。当天夜里，大师便来了，对白妃他们不着痕迹的点点头，而后像模像样的围着皇上的龙床走了几圈。他不由得摇头叹息。皇上属龙，今年有劫。本大师算了算，龙和狗犯冲，在场是否有最小的属狗的？这等人可是大大的冲了皇上啊！我知道，是他，陆呱呱，他是属狗的。我还听说寺庙的人
都说他是灾星呢。我知道，四大子出生后，陆家出了不少事，肯定是被他克的。这孩子的年日月柱都不吉利，可是十足的灾星啊！若是再留下，怕是会对皇上的龙体有害呀。烦请大师出个解决的法子。先关进牢房，在断头那日，我会亲自灭了他的灾魂。快去给菲儿捎个口信，他啊一定高兴坏了。咱们可是大功呢，亏得没上族谱呢，不然……不然什么？不管上不上族谱，他都是你的孩子，难道不是吗？怎么，你不想管？管？你让我怎么管？冒着杀头的危险求皇上，为了这么个无足轻重的东西，你想赔上陆家吗？小梅，我同关押呱呱的人有点交情，准许我们前去探望。真的，太好了！呱呱姑娘在最里面的头号天子房，平日只能我过去送饭，无人能进，所以咱们快些，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。天子房那是重犯住的，条件艰苦，吃喝不好，我可怜的女儿呀！我可怜的外甥女啊！我可怜的外孙女啊！原本黑黢黢、暗无天日的牢房整洁明亮，还挂着小动物嬉戏的水墨画。其实才吃完午饭，桌上的残羹剩饭还未收拾，但仍能隐约看出菜品：金丝燕窝、黄焖鱼翅、佛跳墙肉泥。娘啊，你走上来就呱呱了，呱呱吃不饱睡不好，都瘦了。秘密被娘发现了，被外祖父他们发现了，难道我说我会变魔术？香香美人呐，光是闻着就让我心猿意马了。死鬼，皇上还在呢。他呀，不是让咱们用符弄晕了吗？老胖子，咱们把这地儿给摇塌了，他也醒不过来。白狐狸和狂徒电电风风，不知道天地为何物啊！皇上饶命啊！是这个贱人勾引我的。处理掉，过2日便是寒衣节了，我大叔十分重视，会让皇子引领众人放花灯，告慰皇族的灵魂。你也来啊！寒衣节放花灯，不好玩，不如在家睡大觉。那日的吃食倒是十分好吃，你若不来，就不准备了。来，那团子把白萝卜的胳膊举得高高的，你想通了就好。我想通什么了？夫人，呱呱将死，我做爹爹的也很伤心，但日子总要过下去了。你把好东西收拾出来给云凤是对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是为了迎接我女儿呱呱。嫂嫂是不是伤心过度，出了癔症了？呱呱啊，可是大师认定的灾星，没得活了。